Hello，大家好，这里是 Dreams Boomer， 我是 Nicky。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我去 Stan Winston 工作，做了 AI 人工智慧，设计一大堆机器人。结果回去之后呢，隔个礼拜我又过去问说，请问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工作？那时候呢，因为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去跟老师调整、请假等等的，才能够做这个工作。那结果呢，刚好同时间他们来做呢是鼎鼎大名的《侏罗纪公园》系列的《侏罗纪公园3》。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时空背景。通常一个电影产业来讲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的部门，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部门叫做特效部门。这个特效部门呢，其实又分成2大系列。第一个系列呢，就是实体的、实际的特效；另外一个叫做电影特效。大概分这2个系列。在那个年代，1997、98年的时候呢，其实电脑的特效还没有那么的厉害，没有像我们现在像什么阿凡达啊这种非常真实的电脑科技术没有办法到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做的呢，大部分还是用矽胶啊做特效在人的脸上啊、怪物面具啊，或者是场景啊等等的。那 Stan Winston 呢，就是在整个好莱坞鼎鼎大名的一个公司。那我听到说，我可以做《侏罗纪公园3》，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因为侏罗纪公园那算是我小时候梦想的一件事情。就进去了之后呢，因为他们非常大，是一个很大的仓库，然后里面有分非常多的不同的部门。那我去的部门来讲，它刚好在做暴龙。侏罗纪公园因为它是3，所以呢，它其实已经有前面第1集、第2集所制造出来大量的角色，就是恐龙它的原模以及翻模的石膏模。那这石膏模来讲，所以它需要很多的工人进去混水泥啊，或混各种塑胶颜料，然后呢矽胶、皮等等的，然后翻进去这个石模膏，那把它捞出来，然后再把它做清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大概做了为期2个礼拜，但加总起来大概只有做3天而已。那这3天其实我都在刻恐龙的皮肤、它的凹槽、它的纹路。但很有趣哦，我讲的是清理而不是雕塑。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他并没有那么相信外在的这些帮手，所以呢，他都会请比较厉害的内部的大师，就是把那个大的纹理的那个纹路都把它已经画出来了。那甚为细微的要有点像是很僵硬的去把它刻出来来讲话，他才会委托我们这种外部的团队来去协助。那在协助之前呢，他会拿一块这么大的就是模板，他已经刻出来了。然后呢，他会手把手教你怎么去刻，怎么去看这个纹路，然后这个纹路在它整个恐龙的逻辑是什么，你要怎么刻，然后什么地方要怎么凸现出来，然后什么地方让它破坏变成不规则。所以当我想说，哇，原来光是一个表皮，它有这么多的细节啊！所以光是纹路这件事情，我就学了好多好多。那当然呢，我也很好奇，我就常常在看他周遭，说有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偷试一下。结果就稍微花点时间去绕他的不同的部门。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说他有几个部门。第一，让我觉得很讶异是他的暴龙的球，意思说眼珠这颗球，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圆体，然后里面呢，它是用一种 resin 材料呢滴进去，然后呢，它调色盘在调色的时候呢，它就上一层又一层，然后把它堆叠起来一个这么大的一颗半圆球。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哇，那感觉你在不同角度都感觉好像那个眼神正在瞪着你，非常厉害。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个大概上了几层 resin 这些材料？他说，总共要上200层。我的妈啊，这一颗球，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塑胶，所以很重。总共200层。那我在看它里面那个丝路啊，那个颜色啊，然后那个变化，然后光泽的折射啊，在哪一层折射成怎么样，它都一目了然，然后都知道。我觉得哇，超级厉害的。跳到下一个部门，刚好他做的不是侏罗纪公园，我不知道是否哪电影。然后我看到3个东西。第一个，他是在做一个金刚。那金刚来讲的话呢，就需要一个实际的人去穿戴。所以我就看到说，他用就是有点像是海绵。高密度的海绵，然后他用刀把它削成大量的鸡块，然后再披上皮。所以我就看到那个
高密度海绵体制造人参的这一个部门，他在制造很多的人桩，大猩猩的人桩。看完之后呢，我就看到下一个部门刚好有一位小姐，她刚好在一个细胶的皮上面呢，开始拿一根倒钩的针，然后旁边有很大量的一束一束的毛发，她就刚好刺进去那个细胶，再拉回来，然后就植入那个头发。我在猜跟植入头发，我想应该是同样的技术。那她就大量的植入，然后我已经看到一个半成品，然后刚好是一个猩猩的一个毛发。全是黑色的，然后看起来很漂亮，很壮观。然后想说，哦，原来这个是他怎么样做头发的。我到下一个部门，哇，好多机器啊，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什么样的那种铁的机械都有。然后呢，这边是铁的机械，然后那边呢有点像是一大堆的那个工作站牌上，然后里面有很多电子的产品，有点像焊接的东西。然后呢，那个部门呢就叫做 Animatronics。Animatronics 这个部门呢，它比较是做电动式的，就有点像是你遥控飞机嘛。所以这个部门呢，它会做一个遥控，它有一个很棒的所谓的客制化的那种手提箱。打开之后呢，里面呢可以插线，然后就可以连接到他们那个机械。那你要想啊，假设一个猩猩，你要做一个很巨大的猩猩，人要穿上去，假设我是170公分。那这只猩猩如果是2.2米呢？那是不是它头在我的上面？然后我把它穿上去的时候，我可能要搬一个登高椅。那在这个登高椅里面来讲的话呢，我是不是需要穿戴一个骨架？所以呢，旁边就会有那个铁的部分，它就会制造一种铁轻架的一个铁架。那这个铁架你可以穿进去，然后还可以活动，然后上面再披高密度的那个海绵体，然后再披那个皮毛发的那个植入的那个皮。它要做这个铁架，那个头要怎么办呢？所以很有趣哦，它就会让这个有点像是遥控飞机这种 animatronics 的部门呢，它去设计一套结构。那这个结构呢，里面比如说眼睛来讲的话呢，你要遥控的时候，它会左右动、上下动，然后甚至再按一下，就是它嘴巴会咬，然后做各种的表情，然后都是完全是机械化，有点像是机器人的一个内部的外露的状况。然后呢，我又跑到了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呢，他们在做一个东西叫做 stop motion animation。简单讲，应该做是停格的动画，就是一格拍一张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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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它串联起来。我又看到说，他做一个很小的场景，其实也是蛮大的。那么大的场景里面呢，那个角色在里面，它就会有一根铁架，然后串联的这个角色，然后旁边打开有一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呢，全部装满的是他的脸跟他的眼睛各种的表情，然后他就是在动的时候呢，一直去置换他的表情，比如说眼睛要闭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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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一下他的头，然后就拍一张照，拍一张照，最后把它做成动画，然后我就看到一箱全是头，然后上面是头，下面是眼睛跟嘴巴，然后旁边是手，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换，一直在换。看了一下子，我发现说好像都没有什么在动，因为那个整个过程是很缓慢的，1秒有24个 frame， 等于是他要做24次才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动作，所以那个工作是很有趣，可是觉得有点枯燥。然后呢，我又跑到另外一个部门，它是喷漆的部门。喷出去的时候，那个气体我在猜对人家呼吸是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是在工厂的一个最尾巴的地方，然后有个很大量抽空的东西把它抽到外面去。然后他们很多的这些毛发、机械、钢铁啊，或者是机器人啊等等的，就一组一组摆在因为很大，所以摆在不同的空间。然后它就是放在那边，然后就有人在那边喷，然后就是被抽出去了。然后抽出去了之后呢，他们又有另外一个空间呢，摆在那边吊起来让它干。那我觉得说哇，真的是太有趣了。我又跑到另外一个部门，就那部门是叫木头的部门。完全是在切割木头。那这个木头的部门是在干嘛呢？在做场景道具。假设一个城堡的某个面，它要把它架起来嘛，所以它要做很多的木头，把它拼，把它拼起来一个很大的面积。然后呢，上面再用高密度的保丽龙放上去，然后再切，然后上面再直接再喷，然后再插一些可能树啊，或者是石头啊，然后等等去伪装。然后等到完成之后会看起来很大，所以那个部门有点像是在做场景，
然后场景里面有分里面的不同的小的区域，这样他们可以做很大量这类型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讲了这么多，你就会想象是说，一个特效公司，它其实有很多元的东西在跑。那一个电影里面来讲的话呢，光是要一只恐龙，那它要怎么跑呢？所以它有不同尺寸嘛，所以你会变成是很小的尺寸。那这个尺寸是怎么跑的？他人要冲上去，然后人可能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走，然后他可能会穿着绿色的衣服，这样子你做特效的时候就可以把它 key 掉，把它去掉，做后来的合成。那如果真大一点的话呢，你就需要其他的机械去结合，例如说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刻的一个暴龙。总而言之，就是特效在我认为是80、90年代跟2000年代来讲的话呢，大家看电影普遍是喜欢看特效。因为特效是让你普通在生活范围中没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间的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去看电影。那因为很期待看到很全新的视觉、全新的想法、全新的一个刺激。以下的分享是让大家知道是说，在一个传统特效公司，它会有多少的部门，然后多少事情在一瞬间的跑。像那个时间点，我记得我看到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东西，就是 Terminator。Terminator 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一个 showroom， 一进去那个公司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wroom， 它有 Alien 啊、异形啊、Predator 啊，然后 Terminator 啊，那现在应该有那个阿凡达的里面的东西等等的。然后你会看到就是 Terminator 第一集的那个只手，它有点像这个玻璃罐里面，然后那只手，然后那手记得有一幕是突然动一下，结果你知道那怎么做吗？那个好阳春哦，那其实是一只手。然后每根手指头呢，就像我们的应该经络一样，就是连接的，它是接了5条钢线而已，然后也衔接的很长。然后呢，有一个手套套进去，然后套进去之后呢，你就变成是动动动，所以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但只是因为它的很远拆开来看，所以你单拍这个的时候，你觉得哇哦，好像机器人好酷哦。但其实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的。然后另外还有看到一幕，就是看到一个这么小的鹦鹉。然后那时候我问说哇，这鹦鹉好厉害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把它做成是遥控的，然后需要2个人用两台翻开来的那种行李箱翻开来的仪器，然后很多线，然后接在这个鹦鹉的尾巴的后面，大概这么大只而已。它可以翻转、伸展腰。转头，然后眼睛会转动，然后叫，然后脚也会踢，也会扭，然后也会跳舞。这个鹦鹉还有这个控制的人，我还发现到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个叫puppeteer， 就是一个专门在控制这个角色动起来的这一个人，他要很知道动物学啊、力学啊等等，他才能把那个操控了，就哇，超像真的一样。所以我就想说，哇，你设计了一个东西，有一个想法，然后做出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经过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转换，然后很好的控制人员，让它可以很活络的去表演一个东西。那现在可能就是电脑直接做特效了，但以前就是还是很传统的把这些做出来。我觉得这2个事情是让我记忆超深刻的，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那以后有机会，大家如果觉得还有什么有兴趣的话呢，在下面留言，我可以再跟大家多分享。以前在好莱坞的不同的公司里面有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什么东西，再分享给大家。欢迎留言，然后 subscribe 按赞，谢喽，bye adios ciao。